高炮放平，军事法庭随着美国突然的下场援助，结束了中东互丢石头的循环状态。伊朗本存在采取更极端报复的潜在能力，可在近几年的地缘政治问题上，伊朗就像那几句火遍全网的歌词一样：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他们朝我扔石头，我拿石头砌小楼。好比今天讲的这部电影，眼看对方开始要扔粑粑了，这才想起把拉屎的人干掉。透过电影看现实，战争电影榜解说第3期，俄剧榜第4，博德埃波要塞。1985年的苏阿战争时期，驻阿苏军在穿越巴基斯坦边境时，发现一名被绑在路口的苏军战俘。正当士兵准备施以援手，连长及时出现将两人制止。战俘虽已经奄奄一息，但当务之急是排查战场情况。于是连长稳住心态，开始检查缠绕战俘的铁及刺绳。经过一番仔细观察，连长果然找到了藏在油桶里的耳雷。耳雷连接着那条刺绳的同时，还配有增大杀伤用的煤气罐。这种低成本高风险的临时爆破手段，明显出自附近某个极端组织的手笔。虽然拆解起来并没有难度，但却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曾当众表态，苏联在这里没有任何战俘，要么是苏联总统在外面口嗨，要么战俘就来自山那边的巴基斯坦。很快，苏联的陆空元帅便收到克格勃的调查报告，他们在边境发现苏联士兵的尸体，还拍到美军与恐怖分子同时出现，可能是中情局在秘密训练藏在那里的圣战者。为了让苏联获得足够的动手理由，参谋部派来一名格鲁乌精锐特工，准备秘密渗透白沙瓦的武装据点。别看尤里胡子拉碴不修边幅，根据特种部队作战纪实的描述，早期的特种部队都是这种邋遢模样，放荡不羁的外形往往代表他们的绝对自信。然而抵达阿富汗的苏联基地时，外形竟成了尤里的第一项不合格标准：整整齐齐的欧式大白牙，没有老茧，没有淤伤，与为他设计的奴隶身份完全不符，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任务准备。接下来，基地先把尤里的头啃了一遍，然后通过接触泥土和咀嚼茜草的方式，使手指与牙齿迅速变黄，最后配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制造一些更为真实的血泡和淤伤。经过为期2周的人设改造，尤里变成了正儿八经的俄裔奴隶。于是带一名阿富汗民兵指路，尤里踏上了前往白沙瓦的路途。一路走来畅通无阻，两人很快来到了白沙瓦北边的一个镇子上。正如克格勃的调查所述，这里到处都是美国佬，还有一座守卫森严的边陲要塞。尤里一边向要塞周围靠近，一边用相机拍下证据。可正当拍到美国人违法训练的照片时，尤里却被门口巡逻的武装分子发现，对方直接便将他砸倒在地。尤里则在倒地的同时，顺势把相机藏在了粪坑里。可武装分子既搞不清尤里的身份，也没有搜到什么违禁物品，再加上那个民兵出面解释，武装分子这才放两人离开。为了拿回粪坑里的相机，民兵只好把尤里卖给了镇上的掏粪工。有了本地帮派的协助，尤里再次返回之前的粪坑，并成功取回了藏在草垛里的相机。任务完成，两人约好在天亮后撤退。可晚上与掏粪工大胡子聊天时，大胡子拿出了一包身份牌，让他找出里面的值钱货。可尤里却在上面发现了一串熟悉的数字，正是战友哈伊尔的编号，这让尤里生出了潜入要塞的想法。隔天一早，尤里正为心爱的咬粪瓢抛光，民兵突然从院墙的外面出现，两人约好的时间到了，民兵如约来这里找他会合。可尤里却决定推迟2天，并让民兵去帮他搞一颗手雷。虽然不知道尤里要干什么，民兵还是按照尤里的指示，跑去粮油店里买了手雷，并藏在了大胡子家的院墙外面。入夜之后，镇上传出此起彼伏的祷告声，尤里趁穆斯林集体祷告，偷偷翻出了掏粪工家的院子，取出民兵藏在墙角的手雷，再次来到了要塞外的粪坑这里。这次的任务不是掏粪，而是帮武装分子做管道疏通。天亮之后，尤里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要塞内部。这种奋发图强、奋起直追的惨烈状况，只能找镇上的专业人员处理。作为掏粪工手里唯一的牛马，刷粪自然落到尤里一个人的头上。虽然工作的环境不太理想，但却带来绝佳的侦查机会。这次不仅拍到了更多照片，还发现一个美军资助的大型军火库。不止如此，当尤里借补充稻草为由进入另一片区域时，竟看到10几个被关押的苏联战俘，以及尤里那个失踪的战友。与此同时的要塞外面，粮油店告发了民兵买雷的事情。老板带着一群凶神恶煞的圣战分子，截住了准备出城躲避的民兵。眼看对方搜出了民兵包袱里的胶卷，尤里突然从门外出现，3两下干翻5名圣战分子，救下了被打到半死的民兵大叔。
接下来，尤里让民兵带着胶卷先行撤退，自己则想办法营救俘虏。可经过这么一折腾，尤里未及时赶回掏粪工的家里。掏粪工感觉有些不对，把情况告知了要塞里的圣战分子。经过一伙人的仔细搜查，尤里藏在卧室里的相机被发现，基本坐实了苏联军方的间谍身份。可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尤里虽然被抓了起来，但却和要塞里的战俘关在了一起。另一边，克格勃长官拿着民兵送回的照片，找到了负责此次行动的苏联中将，要求派精锐部队组织救援。可中将以尤里擅自修改行动计划为由，拒绝了克格勃长官的申请。天真的长官还在努力辩解，可他却并没有意识到，俘虏已经被宣告阵亡或失踪。如果让他们活着回来，不但会打了苏联高层那些官僚的脸，还会捅穿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所以俘虏注定会死，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军方，没人想让他们活着回去。同一时间的要塞地牢中，尤里并不知道营救申请被驳回，照片里掺杂了间谍暗号。长官只要看到那些信息，便会在明天晚上突袭要塞。他们在这边里应外合，不仅能端掉圣战分子的据点，还能救出12名苏军俘虏。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宗教义务，穆斯林每天进行5次礼拜，分别是日出前的晨礼、正午时的晌礼、日落前的布礼、日落后的婚礼，以及晚霞消失到次日凌晨的宵礼。其中的宵礼共有9拜，是耗时最长的一次祷告，也是他们攻占据点的唯一机会。为了取得与长官的联系，队伍需率先占领信号站，呼叫驻阿富汗的苏联第34航空军，请求提供相应的空中支援，同时要快速攻下2处机枪火力点，阻断进入军火库的主要路线。而想要完成以上的一切目标，必须找一个愿意帮忙的圣战分子配合。而负责看管俘虏的帽子哥，刚好是个叛逃苏联的俄罗斯人。尤里在这几天的接触中发现，他虽然加入了圣战组织的团队，却始终被视为一个异类。于是，在武装分子下午休息时，尤里提出来一场足球赛对决。俘虏这边缺少1名球员，帽子哥自然而然被推了过去。球赛过程不必多说，帽子哥落了个2头不是人，队友不给他传球，对手还小动作不断，把帽子哥气到当场红温。可连日本人都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持球的通讯兵头脑一热，真的把球踢进了球门。还未等几名队友开始欢呼，圣战分子突然上来将通讯兵抓走。没多久，边境的苏军就发现了通讯兵的尸体。虽然损失了1名重要队员，但行动也并非一无所获。由于下午在球赛中受到了打击，帽子哥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警惕。尤里趁机再一次进行引诱，终于在天黑时劝降帽子哥，同意帮他们吸引圣战分子的注意。一切准备就绪，时间很快来到了礼拜前的半个小时。小队按既定目标展开行动，首先以尤里的间谍身份为诱饵，假装与据点内的美军指挥官谈判，寻找机会挟持指挥官，逼迫美军撤出要塞。其余队友则留守地窖，等待宵礼开始5分钟后，从帽子哥留下的缺口出去，分2组进攻信号站与机枪点。由于缺少手表做计时，两边分别在心里做好默数，数到300同时行动。大战一触即发，圣战分子万万没有想到，礼拜时会被人掏了屁股。躲在最后的帽子哥突然开枪，瞬间打死了4名武装头目，据点内顿时乱作一团。反观俘虏这边，7名士兵行动有序，4人直奔屋顶的机枪点，3人在广场牵制火力。根据俄罗斯的苏阿战争实录记载，被俘士兵主要为空降兵，隶属第40集团军103王牌空降师，具备极强的战术素养和生存能力。从发起暴动的时机来看，苏军摸透了圣战分子的活动规律，抓住宗教礼拜的防御薄弱点，发起一场极具代表的战俘反抗。之后的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中，车臣武装学以致用，选择在教堂活动期间发动袭击，共劫持别斯兰中学1200余人，搞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质劫持事件。就在广场响起枪声的同一时间，尤里趁美军指挥官的注意力被吸引，抓起酒瓶从背后偷袭，直接将美军指挥官当场砸晕，随后在身上挂满手雷，找楼下的美军士兵进行谈判，让他们立刻带人撤出要塞，否则就弄死里面的美军指挥官。与此同时，机动组已经夺下军械库旁边的角楼，在楼顶那门 ZU-232的高射炮面前，一切的反抗都显得那么可笑。圣战分子彻底失去对军械库的掌控，本来还等着据点里的美军出来帮忙，谁料还没等圣战组织自己放弃，美军却先他们一步跑路。无奈之下，
幸存的圣战分子只好暂避锋芒，退到了要塞门前不远处的小镇上。暴动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但如何从要塞中安全撤离，只能寄希望于不远处的苏军基地。可经过多次的无线电呼叫尝试，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无线电似乎受到了干扰，根本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他们被困在了这座边境要塞，于是留一名队友继续呼叫，尤里带其他人去军械库准备物资。不得不说，业余的就是业余，木箱上明明写着 7.62， 里面的子弹比枪管还粗。好在这里的装备齐全，轻重武器应有尽有，不用担心火力不足的问题。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修复刚刚损坏的防御工事，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反击进攻。话音刚落，镇子上出现数十名圣战分子，鬼鬼祟祟朝要塞门前摸了过来。相比于半小时前的突袭暴动，这一次的攻防战简单很多。白沙瓦本就处于丘陵地带，要塞还刚好是居高临下的堡垒结构，战俘占据两侧的角楼与城墙，形成360度的完整火力覆盖。在没有装甲部队协同进攻的情况下，光靠步兵基本没有任何突破可能。最终以牺牲一名队友为代价，战俘再次将门外的敌人击退。大家的心里非常清楚，若没有己方部队前来支援，敌人的后续进攻会越来越猛。好在太阳升起后不久，无线电收到了友军部队的回应。可当尤里将攻下据点的好消息告知长官时，却收到一句没有支援的回复。尤里心中顿时响起一个声音：他们被苏联军方放弃了。没有支援的情况下，驻守据点就是等死，寻求突围更不可能。为了夺回据点，圣战领袖拉巴尼亲自督战，要求不惜代价完成目标，并拒绝与战俘进行谈判。但别忘了，尤里手中还有一枚筹码，那个被尤里挟持的美军指挥官。如果能把那个指挥官送出去，也许就能让上级改变态度。接下来，尤里派人主动出击，拉着人质大摇大摆地冲出要塞。尤里则利用敌人不敢开枪的特点，佯装朝外面的吉普车射击，发现车头悬挂着美国国旗。拉巴尼不仅没有下令阻拦，反而让圣战分子做好掩护，避免车上的美军指挥官被射杀。可看着吉普车越跑越远，拉巴尼这才意识到不对，赶忙派一支小队驱车去追。有帽子哥在旁边指路，几人顺利避开要塞外围的雷区，直奔不远处的阿富汗边境。可眼看已经到了边境的山脚下，身后飞来一架巴基斯坦直升机，一发导弹射在吉普车的旁边，冲击波连人带车当场炸翻。与此同时，圣战分子再次集结，发起对要塞的新一轮进攻。与昨晚的第一次进攻相比，这次明显要猛烈许多。按照正常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说，电影往往会通过夸张或具有戏剧性的手段来展现事发当时的激烈对抗。而当年真正的苏联战俘暴动，对方动员了3000多名武装人员，除基地周围的圣战分子，还包括美国、埃及以及巴基斯坦的数名教官。Да я ранен. Ты ж не жопой будешь стрелять. Возьми. Мы день простоять, на ночь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 由于缺乏相应的休整时间，受伤的战俘无法及时包扎，苏军逐渐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当需要放弃外围城墙，集中兵力于核心建筑收缩防御时，伤员无法完成快速转移，只能在固定位置防御射击。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大增加了负责掩护的机枪手压力。准备的2箱弹链很快打光，只能抽人去军械库补充弹药。另一边，狙击手也犯了一项致命错误：当必须完成制高点的单人守望任务时，未提前在屋顶路口布设鬼雷，导致被武装分子摸到身后。卫国勇士中也有这种类似桥段，感兴趣的话，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去了解。
战斗持续了约40分钟，狙击点率先失守，紧接着机枪手由于弹药耗光，同时丢掉了第2个防御工事。如此一来，原本火力最为集中的要塞大门仅剩东侧角楼的一门高射炮。当补充弹药的队友终于返回时，门口已经出现大量的圣战分子。角楼的俘虏到死都没有想到，美军为掩盖要塞中的合作秘密，竟派了2名狙击手直接参战。而失去高射炮的火力压制，巴方的装甲车也进入战场。至此，战斗已经再无悬念，阵亡只是迟早的问题。直到临死前的最后1秒，巴斯仍没有等到救命的消息。其实，在真实的暴动事件中，战俘多次击退圣战组织的包围进攻。他们曾要求面见苏联大使，但却并未收到肯定回复。对于他们来说，暴动既是求生，也是对体制的绝望反抗。所谓的日内瓦公约，在政治强权下显得脆弱荒诞。作为代理战争中的牺牲品，战俘最终将那座军械库引爆，现场形成直径80米的大坑，炸死了14名战俘，100多名围攻者。这是他们对死亡的呐喊，也是对战争非人道本质的控诉。